算命先生里流传一句话，叫亏妻百财不入。这个说法你信吗？先讲一个故事。前段时间呢，我们公司有客人来访，公司里常备有茶水和饮料。当时呢，天气还冷，我先生就说把饮料提前给温热一下吧，万一来访的客人里有女士呢，喝凉的不太好。我听完就有一点小吃惊了，他是怎么知道女士更倾向于喜欢喝热的呢？那当然是跟我在一起后从我身上知道的了。从我身上他还知道很多事情，比如男女之间盖被子的厚度是有差异的，对空调温度的偏好是有差异的，喜欢的颜色是有差异的，喜欢的商品外观造型是有差异的。比如呢，他很喜欢华为的手机，而我就很多次跟他抱怨说，这华为的手机外观造型太硬朗太爷们儿了。那他理解了太多的细节，最终也就变成了对人的理解。他设计出的产品呢，就总是很能够抓住用户的心理，他给出的商业建议呢，也总能立竿见影的起作用。这样的人想不富裕是很难的。所以从我先生的例子来说，他关心妻子，体贴细心，情感细腻，他赚钱能力也很强呀，是不是可以说算命先生讲的话有道理呢？还不行，因为讲道理不是这么讲的啊，我们必须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因果关系是我们课程《认知世界的经济学》里第2章第11课讲的知识点。只有参透因果，才能够洞察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规律。那么从因果关系角度去思考，夫妻情感与赚钱之间，这两者有因果关系吗？我们好像找不到两者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能够一起向上推导，我们似乎能找到有一些因素能够同时既决定着夫妻情感，也决定着赚钱能力。那这个概念呢，在我们的课程里讲过，叫共因的概念。那么是什么样的共同因素呢？我们假设有一个人，他先天的情商非常的高，情商高的人会不会让婚姻关系更融洽呢？情商高的人在社会中会不会更游刃有余呢？似乎都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先天的情商不高又怎么办呢？如果先天情商不高的话，那么他对人的情绪变化、心理所思所想是很不敏锐的。在他的童年成长时期呢，以及读书上学期间，可能在同学交往之中已经展露出自己不善于社交、情商劣势的问题。正常的社交很难改变和提升自己，但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爱另一个人，那他就会开始本能的关心对方，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体察对方的情绪变化，体贴对方的生活细节，去试图理解另一半的所思所想。那这种变化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会从而让自己的同理心和感知力都大幅的上一个台阶，从而就消除掉先天情商不足的劣势了。而同理心和感知力，这不仅会在婚姻中发挥作用，这种能力带入到商业社会和职场中的时候，也会拥有更为融洽的客户关系、政商关系、员工关系、职场关系等等。人是社会链接的，更好的与他人的关系呢，最终一定会促成自己更顺遂的人生，也更容易取得更满意的结果，其中肯定包括赚钱呀。所以如果按照科学的解释方式，该怎么专业的表达出来呢？A 代表夫妻情感， B 代表赚钱能力。 A、B 之间两者不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 A、B 有共同的原因，这可能是性格，所以本质上可能是在说性格决定命运吧。那在算命先生那里呢，亏妻百财不入这句话还有另一层解释。他们认为呢，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中年发迹之后抛妻弃子，那么事业早晚会败光，钱早晚会亏回去。那这个论断又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还是从因果关系角度来思考，背叛家庭肯定不会直接导致亏钱的，而且现代的社会里，很多人离婚的时候甚至还会转移财产，指不定还能多赚一笔呢。但是如果思考更深一层的话，那你会发现，人融入社会与外界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的时候，是需要建立各种各样的信任关系，才能够在这种关系之中搭载更深更广泛的利益合作的。那婚姻的承诺呢，只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一个背叛家庭的人，说明他的性格深处就会对契约不重视，那么他这种态度和价值观可能会展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长久的润物细无声的展现出来，绝不仅仅是背叛家庭这么一件事儿。比如他日常有可能吃饭逃单了，跟朋友随便拍拍胸脯许诺却永远不兑现，他可能为了一些利益出卖过朋友，或者挖人家墙角等等，很多见微知著的细节早晚会反噬到自己身上。因为呢，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社会关系，关于信任，关于社会契约等等内容，这是我们的系统课程认知世界的经济学里关于博弈论章节的内容。那这么一解释，大家可能就会感觉到科学和玄学之间似乎竟然有那么一些奇妙的统一。用科学术语来表达 A 夫妻感情， B 赚钱能力，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但是因为有共同的诱因，包括性格，包括价值观等等，所以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就表现出一种共振的外在表现。你观察到了 A， 就能够通过概率来反之推测 B。 所以我就感觉可能算命先生人家玩的是一种概率论，通过大数据的积累，从而反推出一些识人的技巧吧。那我们再放大一圈说啊，仅仅是亏妻百财不入吗？亏夫呢？算命先生这么说是因为古代女人不出家门，赚钱的主力是男人，所以古代也只能总结成男人对妻子不好肯定是穷算命。但是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嘛，大家都出去赚钱了，所以道理也就变得更加宽广了。我觉得道理上应该是不分男女的。恩爱的夫妻呢，和睦的家庭意味着这个家里的人一定会有更好的同理心，更高的解决矛盾的技巧，更强大的包容心，他们一定在感情生活中收获了情感啊、人格方面的成长和完善。即便很多家庭里可能随着时间推移，爱情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责任、尊重、感恩等等依然存在着很重的比重。这说明这家人里的责任担当啊、重信守诺等等，这都反映出了他们更美好的品格。这些美好的品格才是带来美好人生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能多赚钱吧，甚至夫妻关系更融洽的家庭里，应该会更容易出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更容易职场顺遂、升官升职等等。所以呢，最终就是一句话，人生由自己把握，做更好的自己，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在恋爱和婚姻中收获成长，变成更好的自己。